大家好呀，我是阿林。这一集的视频不同于以往的市集，算是一次额外的分享。新疆独库公路，它的独特之处在于，一是沿途的震撼景色，二是一日游四季的神奇气候变化。此外，我更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一路上一些新疆美食和人文体验，比如去新疆大盘鸡的发源地吃一份最正宗的味道。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了新疆棉花田，近距离感受哈萨克族人们的生活，还有在巴音布鲁克大草原上吃最新鲜的羊娃子烤肉，但被冻到浑身哆嗦。准备出发，我们的行程从独库公路的库端开始。库车的名字定于清朝乾隆23年，还有一说是库车系古代龟兹语，意为龟兹人的城。这个听起来好神秘的龟兹二字，正是历史中西域36国之一的龟兹古国，而龟兹古国更是要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。到了汉神觉2年，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，龟兹国归其统辖。今天的库车市中生活着约65万人，龟兹古国的痕迹已难寻。作为独库公路的一端，各地的游客来到库车休整停留，为下一个目的地做准备。大名鼎鼎的新疆独库公路本是国道217上的一段路，连接天山北侧克拉玛依市的独山子区和天山南麓的库车市。因横贯天山，又叫做天山公路。沿途能欣赏到震撼人心的地理地貌，雪山草原并存的极致美景。每年来独库公路体验自驾的游客超过200万人次。第一天的行程是独库公路南段，全程约270公里，终点在巴音布鲁克大草原。从库车出发时的气温是38度，出发后海拔一路向上攀升，渐渐驶入天山腹地。去往巴音布鲁克大草原，要先翻越海拔3220米的铁力买提达坂，之后的盘山路段海拔缓缓下降，渐渐的，眼前的景色从被天山包围转换为开阔的雪山草地。雪山融水冲击出的河流冰凉清澈，流淌在这片高原草地上，是动物们舒适的乐园。
独库公路虽然穿行在天山中，全段的路况都还不错，但受到天山山区冬季降雪、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，独库公路每年的封闭期长达8个月，通车时间一般从6月初到10月中旬，这期间也会因为极端天气实行临时封路管制。独库公路全长561千米，有一半的路程海拔在2000米以上，最高处在北段的哈希勒根达坂，海拔接近3400米，那里终年积雪。巴音布鲁克镇上有草原景区，有很多饭店和住宿，不过我问了几家，价钱最便宜的也要400多。继续往前走一段，路边有不少蒙古包，住宿价格相对便宜。我住的这家是180元。在这片草原上，每隔一段就会有一些羊群，它们的主人大都是蒙古族，这里是他们的夏季牧场。每年冬天来临，他们会收起行囊，赶着羊群去往低海拔、温暖一些的冬季牧场。草原上蒙古包的主人有的是牧民，还有一些经营者是维吾尔族人，他们租赁牧民的草地，在旅游季做一些生意。这是今天刚刚宰的羊娃子，草原上的烤肉用的调料极少，甚至盐巴都不那么多。虽然此前在巴扎市集上吃过不少烤肉，但这里的烤肉一口咬下去，还真是让我的味蕾大为惊艳。原来最新鲜的羊腿肉真的不需要过多调味，肉汁在口腔中四溅，绽放出原始粗犷的肉香。虽然带了厚衣服，但还是低估了海拔2500米草原上的夜晚。
升起炉火的蒙古包内温暖了不少，但8度的气温仍旧感觉很冷。想想白天在库车出发时的38度，与此刻有着30度的温差，一天中经历4季变化的心愿算是达成了。第2天的行程约290公里，向独库公路北段进发。在前方的分岔路口，一些游客会选择去那拉提草原，之后可以折返回来，继续完成独库公路。连接南疆北疆的独库公路是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自驾路线，不过这条天山公路背后的故事可能并不为人所知。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，独库公路的雏形就已经存在了，并且是在全国备战的历史背景下修建的。从1969年到1979年，独库公路全线毛路通车。它的贯通使得南疆北疆路程由原来的1000多公里缩短了近一半，数万名解放军奋战10年，这其中有168名驻路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如今，他们静静地躺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乔尔玛烈士陵园中。独库公路北段会翻越终年积雪的哈希勒根达坂，那里的海拔近3400米，是整个独库公路的制高点。之后海拔一路下降，最终到达独山子，便是走完了独库公路的全程。独山子是克拉玛依市的一个区，其实并没有太多可以观光的景点，更多的是作为独库公路游客们的中转站。不过在距离市区不远处，却有一片极为壮观的地貌——独山子大峡谷，拥有独库秘境1年奇观之称。独山子大峡谷是奎屯河冲出天山后，切割独山子西南方向倾斜平原形成的峡谷，从谷底到谷尖高度达到200米。在峡谷旁生活着一家哈萨克族，在南疆地区维吾尔族更多一些。翻越天山来到北疆，像是伊犁地区就是哈萨克族自治州。挤奶的时候需要将小马宝宝拴在旁边，这样母马才会温顺。
这个呢？这个有1岁。消除路途疲惫的方式之一是吃大餐。新疆大盘鸡，新疆菜的代表，我们要去到它的发源地沙湾尝一尝。大盘鸡是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新疆公路边饭店的江湖菜。沙湾的位置正好处在往来乌鲁木齐的必经段。率先带火大盘鸡这道菜的是大货车师傅们。一份大盘鸡有肉有面有土豆，味道好又下饭，吃了顶饱。慢慢这道菜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食客。在发源地吃最正宗的新疆大盘鸡，味道真的非常好吃。大盘鸡通常是先炒后炖，鸡肉非常的入味，没有腥气，汤汁浓郁，味道咸鲜，能吃得出所用调料品质很好，味道纯正不单薄。鸡肉炖得非常入味，肉质嫩的同时，鸡皮又很有弹性，可能是和所用鸡肉是公鸡有关。汤汁红红的，但是不辣，有一些微麻。干辣椒品质很好，还能吃出里边的辣椒肉。大盘鸡中的土豆非常非常杀面，吸收了浓稠的汤汁，吃下去麻辣鲜香。还有一个点睛之处是葱段，葱并不是熟的，还带着大葱本身清新的葱香味儿。别看葱段很粗，吃上去却一点也没有辛辣味，反而扮演了大盘鸡这道菜中的小清新角色。宽宽的皮带面是另外点的，面又香又劲道，用大盘鸡的汤汁一拌，太好吃了。在沙湾和石河子之间的路边有大片的棉花田，棉花的原产地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和阿拉伯地区。公元6世纪，喜温喜光的棉花就已经在新疆广泛种植。整个中国的棉花产量有80%来自新疆，这其中极少的部分为长绒棉，是棉中极品，稀少且价格昂贵。它是制造飞机、汽车、降落伞等所需特种纺织用品的重要原料。因为极其柔软，机器收割会伤害它的纤维，因而必须人工采收。棉花真正的花朵绽放在夏季，洁白或者淡黄，之后变成紫红色，最后凋谢。花开天下暖，花落天下寒。入秋，棉桃吐絮，这些棉花田将由绿变白。
相较于娇嫩的长绒棉，天山南北大部分种植的是可以机械收割、更皮实且产量更高的陆地棉。棉花的纤维是制作人民币的重要原料。1960年以前的石河子只是一片游牧区，因马纳斯河中大大小小的石头而得名。我们常听到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那时来到这里开荒建城。石河子市也是由军垦发展而来的城市代表，这里汉族比例高达95%。在这层历史背景下，孕育出了一道特色美食——石河子凉皮。它是老一辈兵团军垦战士以青海、甘肃、新疆一带传统的酿皮为基础，吸收了陕西面皮、米皮的制作工艺，并融合了四川凉粉的汤料调制而成。薄如蝉翼是石河子凉皮的特点。凉拌汤汁清爽，味道又有层次，红油辣子很香却不腻口，与之前吃过的所有凉皮都不是一种滋味。这一次除了美味，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下路途中的人文美景。好啦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